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我是老杨。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请一定记着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今天我想给大家再次谈一谈湿疹的话题，也就是湿疹治疗的一个关键因素——家庭污染。我前面也做过一期视频，提到了搬家治疗湿疹靠不靠谱。那么在一定情况下呢，有可能是靠谱的。如果你们家有超过一个人患有湿疹，那么多半与你们家的环境有关系。我也曾经给大家介绍了英国的皮肤科杂志有多篇报道证明了空气污染对湿疹的影响，而且呢也有另外一篇报道说明空气污染可能引发特异性皮炎，也就是咱们日常所说的湿疹。当然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也提到了群体环境，也就是大环境。当然更重要的话是这个小环境，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每天生活呢，有2/3的时间都是生活在室内。这种小环境包括你的家庭，也有你的办公室。其中我们也提到了空气中的微粒。空气的微粒包括哪些呢？包括过敏原、灰尘、细菌、病毒。另外，家中空气中非常容易集结各种污染物，包括人身上的皮屑、尘螨、人的排泄物、宠物的毛发、鲜花、喷雾剂和楼灶所产生出来的油烟等等。常见家庭污染呢，尘螨只有180微米，所以说正常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另外，显微镜下能看到的灰尘呢，多半是在60微米以下。当然有时候家里边可能飘有这种花粉了，过敏源就更小了，只有10个微米，所以说肉眼是根本没有办法看到的。另外细菌呢只有5个微米，工业废弃物只有2.5微米，还有一些更加超细的这种颗粒呢只有0.1微米。当然如果你家里买了新的沙发了、地毯了，中间可能散发出来甲醛还有油烟了，这些都可能造成家庭的污染。因为我给大家讲了这些东西呢，是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这样大家往往有时候都非常忽视。今天呢，我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来给大家展示家庭的污染究竟有多可怕。正常我们白天的时候呢，光照下，在屋里边你看不到床上和地上的灰尘。现在呢，我用手把这个弹起来以后，在这种阳光的侧光的照射下，你能看到这个灰尘呢从这个床上面飞起来。如果没有太阳光照的话，你是看不到的。像现在你看不到，对吧？我把这个窗帘拉开一点，你看到这个空气中漂浮的这种灰尘，这些灰尘呢还是肉眼能够看到的灰尘，还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灰尘，即使在阳光下你也看不到。现在我用这个相机的放大倍数，放大到5倍，这时候呢，你都看到这些灰尘呢就更清楚了。可不可怕？实际上这是在日常生活中间，你家庭的卧室里边，床上存有很多这样的灰尘。如果你放大了5倍以后，另外在阳光的照射下，这样就让这些灰尘一览无余。好，这是我换了一个角度，大家可以看这个阳光呢从我的左下侧照过来，这样呢我用手拍打这个被褥以后，你能看到这些灰尘就飘起来，在屋里的运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后边呢，为了方便大家观察，我会用慢镜头来给大家回放。大家看这个灰尘呢，在空气中的漂浮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实际上你想象，如果家里边这种灰尘一直在空气中间，那么你呼吸进你的肺里边就包括这些灰尘。如果这个灰尘里边包括有过敏源的话，这些过敏源就一直会和你的皮肤接触，时间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你的皮肤产生湿疹。
实际上，上一期视频也提到了，它是一种变态反应，也是一种过敏反应。大家可以看现在呢，这个灰尘漂浮速度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你不是在阳光的照射下，如果你不是用放大镜，我现在用慢镜头给大家回放，你可以看这个屋里漂浮的这些尘埃，这些微粒，简直太可怕了。不要忘了，这些微粒呢，就天天和你的皮肤接触，所以说会造成你的湿疹。而且这些微粒如果不消除的话，你的湿疹就不可能完全好。即便你用了药，也是一时的减轻。那么一旦药效过去以后，这个湿疹就再次复发。另外，如果说这种家庭的污染呢持续发展下去的话，就更危险了。一个是家里边越来越多的人得了湿疹，另外呢，也可以引起过敏性鼻炎，另外还有结膜炎，就是眼睛发红了。另外，时间再久而久之，因为你天天呼吸到了肺里边的是这些含有这种空气污染物的这种空气，那么久而久之呢，你的肺部也可能对这种过敏源产生过敏反应，这样就造成什么？造成支气管哮喘，也就是哮喘病。实际上呢，久病成医吧。通过我这次生病以后，对家庭环境的污染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以后令我大吃一惊。像现在我给大家放的慢镜头，你可以看出来家庭的污染有多么厉害，这用肉眼都是看不到的。实际上，在你得了皮肤病、得了哮喘病，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有几个医生真正到你家里来看你家庭的这种环境？没有，基本上是很少的。那么只有当医生的人自己病了，他才会发现这些问题。所以说今天呢，你看了我这个视频以后，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看看你们家庭哪个房间在下午的时候有阳光进来，把窗帘拉上，漏一个小缝，像我现在一样，漏一个小缝，让这个阳光呢射到你的屋里，射到你的床铺上，然后你把你的手机的摄像机打开，放大到你的最大的倍数。我的这种 iPad Pro 呢是5倍的放大镜。如果你把它镜头放大，然后呢透过这种阳光，你用手拍打你的床铺，你同样能够看到这种污染。即使你家里非常注意卫生，非常讲究，这种污染也是难以避免的。就像英国的医生建议，家里的螨虫是不可能杀灭的，是一样的。那么平时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现在我回到了正常的视频速度，你可以看，在这个屋里漂浮的这种多么可怕的这种灰尘。这是我后来呢就买了一个空气净化的一个小的这种风扇。当刚开始看着还是有点用，但是因为家庭污染比较重的话，这种小的风扇呢就不起作用。这个呢是我用近摄镜来进一步的放大这个摄影。大家可以看这床单的这个上面有这种细小的纤维和尘埃在上面附着，所以说如果你抖动这种被褥的话，这些灰尘呢就立刻会漂浮在空气中间去。这些呢都是相对比较大的灰尘，还有一些非常小的灰尘呢，它可能一直会悬浮在你的空气中，就不会落下来。所以说这些灰尘呢，你都随时随地的和你的皮肤接触，可以吸入你的鼻腔，吸入你的肺部。天长日久以后呢，就会造成你身体的一些各种慢性病。实际上很多慢性病呢，都可能由这种不经意的空气的污染造成的。